好，中美两强的竞争是竞争不完的。那最近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晶片科技，还有包括稀土之外，最近呢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药。那这一趴特别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西方在制药还有相关方面的交锋根据台湾的《远见》杂志的报道，当然《今周刊》也有相关的报道，有一个最新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目前掌控全球36%的原料药市场，如果因为贸易战或者是地缘冲突而管制出口的话，那恐怕世界医疗体系会面临到崩塌的危机，这非常危险因为光是影响的就有2种最主要的用药，一个是抗生素，另外一个就是抗过敏的这个抗组织胺。好，以抗生素来说中国大陆在2025年全球以及中国抗生素市场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全球抗生素的规模是估计达到685亿美元，而中方呢供应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美国如果从零重建一条抗生素的产业链，至少要5到7年的时间，而且还必须保证是美国政府要持续采购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在晶片稀土之后，原料药市场会不会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在博弈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项目吧？大使怎么看？除非美国开始就进中国大陆原料药，让美国的厂商他去寻找另外的供应非中供应链，非中供应链，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舍目前的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只是讲抗生素这个规模70%的原料药是由中国大陆。整体来讲，在全世界的药品申请里面，原料药中国占4%，中国大陆占4%。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占4%？就是过去很多西方药厂跟中国大陆药厂合作，因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性价比高，那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之下产生的一个产业链，那个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治有干预的，对，只是市场形成下来，就是全世界原料40%最后中国。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那是世界第一大？世界的这个原料药供应国呢？第一个，中国的产量规模大，也就是它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的成本自然降低。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内的需求量就大，那有国内市场支撑之下，它把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做大以后。那再去扩展大陆海外市场的时候，它的怎么讲，产量规模就让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近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产业链非常完整。你不要只看一个原料药有相关的这些这个说所谓关键链就是说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项目，它都非常完整。是。第三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很多这一些关键的药品上有特别的着重，包括很多包括很多重要的疫苗。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它有它的重点存在，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算是有年那种产业链的，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再跟世界的大药商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会不会出现问题？美国发现是问题，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没有受到压力之下，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贸易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是中国大陆产业，尤其药厂才慢慢往上升的。中国大陆自己的药品的专利也越来越多。自己研发的新的药品，因为就是说，跟很多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这个产业，自己的国内市场就非常大，所以自己的药品的研发上面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药品业的竞争业，就发觉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可是美国的是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哎呦。原料要这么多，40%、70%超过这，万一中国断供怎么样？除非我觉得美国愿意把这个贸易战带到这一块来，也就是说，
我现在你美国的中国大陆原料药，我给你提升多少这个多少的关税来挡你的原料药，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对的一个报复的措施。那在它6、7年的这个需要追赶的时间内我就用断供的方式，让你不要用关税的方式来打击我的这个原料药产业。因为这个原料药，其实坦白讲，真的跟晶片跟稀土来讲，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讲到的稀土哈。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中美双方彼此过招的互动是如何。我讲到稀土呢，现在这个稀土，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也特别强调说有稀土因为这个预计在2026年1月开始，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的外海要进行试土试挖作业。因为呢，他们说南鸟岛近海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呢，大约是中国大陆稀土的20倍，纯度很高。不过12月4号，日本这个国民民主党的议员这位议员叫做山田吉彦，他在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这是日本极具突破性、充满梦想的计划。但是今年6月，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曾经在南鸟岛这周边，就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所以他担心，如果大陆方面呢实施某种干扰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排除？那常常会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呢，日本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呢，日本的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大陆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确保资源的调查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好，那现在在南鸟岛发现有不错的稀土资源，纯度也很高。可是呢，稀土还是必须要从开发一直到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个提炼短期之内要摆脱对中方的稀土依赖很难吧？平常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听日本的国会，因为现在正在开临时国会，所以我有看到这一段。对，那看到这一段呢，我看到是3点参议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不会嘛，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3点。多年前曾经我们国家派我出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于台湾海洋渔业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他在东京车站饭店跟他们意见交换过。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人。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就这个我就认识啊，他现在当议员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忧虑是不是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忧虑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岛，他们确实是在2013年由东京大学跟他们政府去做调查发现的。那为什么做调查？是因为2010年的话，日本曾经吃过一次亏。那时候曾经中国寄过稀土这把剑对他们就要去找，然后他们在2018年东京大学他有去公布了，如果这一些我们讲全部都有办法开采起来的话，全世界大概可以用几百年，以量来讲，可能可能不同的种类，但是可以用几百年。然后山田他说，日本这一些资产就是海洋资产，大概也会有500兆。那500兆的话，可不可以开采起来的话，理论上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临时国会里面一直在讨论这种问题，特别现在跟中方的关系又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话，明年应该说加快速度，加快那个资金去开采，确实是有。那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因？辽宁号过去，还有的话，中方也有发现这一块矿产的，那发现这一块矿产，他们也去开采了。他再去做调查，就资源大家都要互相争夺。对，因为日方的话只能够说，在我的多少范围里面是我的，你不能够进来。可是离开多少范围之外的话，算是公海什么海，那就算开采的话，会不会缓不济急？就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得依赖中国大陆提供的稀土啊？暂时还是需要，因为暂时的量还是他们比较多。可是现阶段看起来，中方还没有寄出这一个刀，他们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寄出所谓的稀土禁运，就好像2010年。但是现阶段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加快速度去开采，所以这一波紧张关系反而助长日本去开采稀土。对，所以跟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所以 Russ 呢了解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呢，其实除了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提取稀土元素哈，就是都已经就是把那个脑筋都动到那个
煤灰的哈。那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呢，也获得联邦政府300万美元的资助啊，说要开发新的技术，从矿山还有工业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里面去提取稀土元素。这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设计，然后结构的塑造，还有耐酸制程开发，透过建构工程化生物，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生物催化剂，然后呢，把这个应用在耐酸微生物宿主。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可以选择性的从酸性废水里面提取稀土的元素，然后变成从稀释的废水里面提炼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就是要透过提炼嘛，所以稀土我们一直曾经也讨论过，就是你去发现你开采可能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提炼，因为提炼还牵涉到了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哈。所以美国现在也想，它有好几个管道，想要兵分多路、多管齐下去想办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短期内它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的摆脱？短期之内是很难，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的确是很注重这个议题，花不少时间研究想办法，甚至这次川普去来到亚洲了，还有宣布跟稀土方面跟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有合作的MOU 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川普政府上来之后，也是投入很多时间在做所谓的 deregulation， 就是法规这个松绑了。那很多是为了做这个不管是能源方面、传统制造方面，甚至这个稀土提炼方面了。但是因为拜登政府